灵性，遮阴又有生气，第一眼就爱了。有了上一次的经验教训，这次违约金尽量与投入相匹配，在避免自己的损失的同时，也不会给房东太大的压力。看房，在打开大门的那一刹那，我知道就是它了。最终，我以每个月3000块的价格租到了这个到北京市中心1小时车程的院子。这个价格在市区只能勉强支付一个合租房里的次卧，而现在我拥有了6分地，包括8间瓦房和一个200平的大院子。接下来就看我如何把它变苏州合约期10年。北京怎么用15万把400平米的农村院子变豪宅还不知道，但是可能要先变。最近我在北京花3000块1个月租到，但是我在正房的后园墙上发现了一条通天缝，挖开了一道1.2米宽3米长的大沟，发现这个裂缝一直贯穿了86缝角的基础，来到了地基。情况用了一种农村土办法，把墙皮铲掉，打上铁丝网，用通扣钢筋和铁板固定，再重新做保温，重新抹灰。屋内挖开的深坑重填成混凝土，加固地基。当然费用上，房东同意给免了，能省1毛是1毛。老房的炕底是用水泥板搭的，这一块水泥板有300多斤重。常年坐办公室，四肢已经快要退化了，搬动这些水泥板快要了我的老命。我使出了吃奶的劲儿，边拆边敲边凿边磨。昨天看了我拆炕的视频之后，很多小伙伴提醒我，手推车可以节省人力。确实，花了1上午的时间，徒手搬砖收效甚微。所以，刚刚在邻居大叔那借了一个小推车，我试一下用小推车，用现代化的2轮工具。果然，工欲善其事，必先利其器。有了小推车，搬砖效率杠杠飙升。看似简单的工作，却需要大量的体能输出。大概用了大半天的时间，就把所有的砖都清干净了。由于是借的小推车，所以花费为0。今天的任务是，方的土炕是用黄土和麦秸秆混合搭成的。我的小院的土炕看起来不太一样，是因为上面做了一层保温、一层铝膜、一层电热管和水泥垫层，也就意味着我必须要先砸掉这层水泥。在这样敲击了9999次之后，终于把这层水泥从这样敲成了这样。敲水泥垫层的过程我已经不想回忆，整个过程大概是这样式儿的。唯一的好处就是敲完感觉手臂细了2公分。过程中我时常在思考，我是谁，我在哪，我在干什么。接下来搞这个土炕，土炕下部由砖砌体支撑，上部是石棉瓦和10公分的土坯。今天花30块租来了一台据说价值7000块的电镐，不过好像对土炕也没啥用，还是用锤吧。
房东老奶奶听说我在拆炕，过来帮了个忙。我俩加起来100多岁了，一起对付一个18岁的土炕。老奶奶的经验是用铁杵直接击打支撑土炕的砖墙，下面没有支撑之后，一敲，土和石棉瓦就都会碎掉。土炕在我的重锤之下没有任何抵抗之力，直接被打回原形，尘归尘，土归土。今天试了一下用电镐打水泥墙，非常后悔昨天打电存的时候没有用到电镐。接下来就是我最擅长的清理工作。好多小伙伴说没有小哥哥帮我，今天这不就来啦？只是这个小哥哥看起来腰不太好的样子。经过我们一天不懈的搬砖、敲砖、推砖、铲土、挖土、推土，小哥哥他生活总是还要继续，砖也还是要继续搬。经过一夜漫长的思考，等我以后有了自己的小哥哥，我一定会陪他一起盖房子，给他生猴子、赚票子，一起看雪、看星星、看月亮，从诗词歌赋谈到人生哲学。成果吧。进入了一样电动工具——角磨机，先来动手组装一下。有经验的师傅呢，可以徒手拆卸珐琅盘和锯片。像我这种选手，只能借助扳子啦。本来想把这个1、2墙底部切开后直接推倒，无奈是我太不尊重1、2墙了，还是继续用大锤吧。80、80、80，快乐的搬砖女工离扦插结束又近了一步。一起来看看成果吧。昨天用电镐拆3、7墙，电镐震的手臂感觉快断了。在体力这方面，不得不承认我是弱鸡。你们看，这大锤在师傅手里握起来多轻松，电镐也很懂。不得不说，人多力量大，一整面1、2墙5分钟就推倒了。原来墙是可以这么拆的。同样的方法还是用红砖柱子，还有彩钢板的顶棚。想想我之前10天的劳动，还不如人家2小时干得多，这钱花的真值。来看一下师傅们1天下来的清拆成果吧。今天花费1800元，便以400块2小时的价格，请了一个村里的小型挖掘机来帮忙清理垃圾。又以50块1车的价格，请了一个小3蹦子车，把垃圾清运到指定的位置。经过大约2小时的努力，最终将10车的垃圾从这样清理成了这样。关于建筑垃圾的清运都有指定的地点，可千万不能乱丢哦。昨天没有拆完的龙骨，也请村里的大爷给拆了下来，直接用木料抵了工钱，省下了一大笔。老房子重新露出来的木梁非常有味道。明天瓦匠师傅们就要正式进场了，今天要将过梁、红砖、沙子和石子儿都要准备好。红砖我们这里的价格是每块4毛5，水泥1到26，沙子1车800，石子儿1车400，过梁1根30。除此之外，还有一些砌砖需要的钢筋等等辅料。今天要先把正房和3房之间的卫生间的隔墙砌出来。这个卫生间的面积大概在10平米左右，因为门口在过道上，所以设计了谷仓门，避免开门影响行走。进入卫生间之后，左侧是洗衣机和储藏空间，右侧是双台盆和化妆台，再往里走是马桶空间，右侧是淋浴区和我心心念念的浴盆靠窗。盘好线之后，瓦匠师傅们进场了。考虑到1、2墙的稳定性，所以在转角处和新旧墙交接处，每隔8层砖添加了钢筋。这砌砖可不像想象的那么简单，花了5分钟只砌了3块。据说厉害的师傅一天可以砌5000块砖，平均每分钟9.25块。就在我努力提升自己的砌砖技术时，突然发现我的门因为师傅们看错了50线，被读成了1.3米，只好拆了重来。好在最后的结果还是不错的，一起来看看吧。上开一个0.9米宽、2.2米高的门洞，正房的东西山墙上各开一个小窗，给主卫和厨房通风使用。那第一步就是弹线，确定窗口的位置和过梁的位置。第2步是用临时机浅切的槽，避免后期门洞边缘不直。第3步上电镐，
挖出可以放下过梁的空间。第4步，放过梁。第5步，将门洞的边缘用电镐收拾整齐。第6步，锯开外墙保温。第7步，将砖的边缘磨整齐。这一步可千万不能忘了挂网。这样做一个3期墙门洞或者窗洞，人工费是500块，3根过梁和水泥沙子大概100块，3个门洞一共花费了1800元。当然，跟之前咨询的水具价格相比，这个价格可能还不够租1天的水具。这个价格你觉得合理吗？评论区说说您的看法吧。经过10多天的努力，师傅们从闯槽开始，拌灰、砌墙、抹墙、挖洞、补洞、开沟、补洞，终于将砌墙的工作完成得七七八八了。看来一个简单的和灰也大有学问呢。砌墙水泥沙子比1:4，抹墙水泥沙子比1:2，你学会了吗？师傅根据我的图纸帮忙计算了所需要的材料数量，下午果断去买了各种型号的镀锌方钢，还有各种辅料。就在材料已经全部送到后，焊工师傅突然说：“昨天有小伙伴问我的隔层钢架为什么没有柱子，是因为我们在墙里先打入了膨胀螺栓，然后又固定了预埋铁。1枚10毫米直径的膨胀螺丝的承重能达到700公斤，我的每个预埋铁上都打了4个10毫米的膨胀螺丝。”所以我的隔层钢架就没有柱子啦。在健身房这里，师傅将一根6×8的方管固定在了预先做好的膨胀螺丝上，然后将横管搭在方管和砖墙上，再将横管两边固定，一个框架就这样做好了。坏消息是，之前爽约的师傅下料时把岩棉板的长度量错了，现在整整短了1米，哭晕，只好又让厂家送来了1.4米。我买的岩棉是65块钱1个平方，95公分宽。接下来打算让师傅给拼接上。拼接岩棉彩钢板的做法是，根据排水坡度，将上面的板子的底边打开，取出岩棉，然后把长出来的彩钢板扣在下面的板子上，用样里钉固定，打胶。我的板子搭接了40公分，下雨天没有发现漏水的问题哦。岩棉是一种玻璃纤维，粘到身上奇痒无比，所以尽量一步到位，一定要把尺寸量准确。彩钢板做好之后，又出现了新的问题，这里露出来的位置奇丑无比，所以将建筑形态改变了一下，将彩钢板藏在了现代建筑的外皮之下。对于彩钢板房顶，你有什么好的建议吗？我家健身房的墙距离前面邻居只有50公分，跟邻居商量后，需要在他家房顶靠近我院子的这一侧做个天沟，避免后期有雨水淹湿墙体，同时也可以遮挡这红色的彩钢顶。我选用了灰色的成品不锈钢雨水槽，某多多上卖32一米。东西寄到后还闹了个笑话，因为卖家把配件藏在了雨水管里面，以为漏寄了，还跟卖家大吵了一架。在正式安装雨水沟之前，先把原本的彩钢板去掉了一部分，方便安装，然后把雨水槽用燕尾钉固定在房檐的钢骨上。这个固定的吊件是厂家给的，每隔50公分安装一个，安好后站个人都感觉很稳。接下来是打胶和安装雨水管。我的雨水槽是中间高两边低的排水方式，所以两边各安装了一个雨水管，这效果真是棒极了。来看看安装后的效果吧。的物料清单开始采购，真的是太佩服这些五金店的老板们了。这么多零零碎碎的东西，老板们能记住每一个小东西的价格，真的是太厉害了。店的改造免不了开槽，我提前在某鱼上买了2手的开槽机，5个锯片可以一次成型。这个开槽机最大的优点就是快，10分钟就能拉一道3米的槽，缺点就是非常脏。不用水泵的话，尘土飞扬；用了水泵的话，整个屋子就像发了泥石流一样。师傅们一般都不愿意接这种脏活，而且锯片是消耗品，大约开18个槽就需要更换一批新的锯片。别问我是怎么知道的。开好槽之后，还要再开一个线盒的槽，先用角磨机切出边线，再用电镐挖洞。放好线盒之后，师傅熟练地用微黄把线管做好，然后固定在线槽里。我的工作呢，就是用快干粉把线盒和线管固定好。看我搅拌快干粉的熟练的技法，是不是还挺像那么回事儿的？至于抹的这个线盒，操是操了点儿，不过自家的活，开心就好。如果
果你的电工师傅把6平方的线当成4平方的线给用了，会扣他的工钱吗？如果你的电工师傅在木结构上不穿管也不用刺频，就这样把电线随意的固定，你会继续用它吗？我的选择是该罚罚，该解雇解雇。电工不是开玩笑，对木结构污染的安全隐患，如果因为改造的时候图省事儿，后面出了事故，那就是对自己和家人的不负责任。跟师傅解约后，又经过了3天的寻找和等待，终于请到了2位本村的老电工。师傅们一大早来了，就开始熟练的走主管。主管需要用这样的卡扣和横状螺丝固定在墙里，然后把主管卡在这个卡槽里。之后就是穿线、接线、预留灯线、安装配电箱。我的配电箱是220伏的电压，为了使各路的电压更均衡且不过载，分了8路，2个卫生间和厨房各走1路，空调、插座、照明也是都各走1路。最后经过师傅的测试，屋子里终于有了光明。剩下的补槽、补管，这是我的工作啦，我也化身成大工了。最后，我的电路改造就告一段落啦。改造里最需要解决的问题，如果屋里没有卫生间，夜里、冬天或者刮风下雨的天气，还需要跑到院子里面去上厕所洗澡。对于习惯楼房的朋友们来说，实在院最大的好处就是接地气，水管可以尽情的向下挖。根据我的设计，我需要在水井中引出3根进水管，通往卫生间、厨房还有花房。同样需要引出3条下水管，通往院外的化粪池。所以要在正房里上下水管途经的地方挖出一条30厘米左右，能伸进去一个铁锹的沟，然后把上下水管整整齐齐地放到沟里面，找好坡度。北方的冬天比较冷，一般下水管的埋深需要到70公分以下。对于埋深不够的水管，可以缠电半热，并增加一层保温管，避免冬天极寒的天气下水管冻住。我的上水管全部采用的是4分的热水管，下水管在室内部分用的是110毫米直径的，主管用的是160毫米直径的。隔壁的大爷听说我需要帮忙，带着工具就来帮忙把所有的水管都烫好了，省了一大笔费用。水管全部做好后，可千万别忘了做一下闭水实验，看看水管有没有烫漏的地方。后把室内外的沟回填上，重新打上灰。室外的沟不仅要用土回填，还需要用水杀一下，使土充分沉淀。最后再把上水管接到井里的主管上就 OK 啦。关注我，教你如何瓦房变豪宅。为了后期效果，我的电线全部开槽埋墙里。开槽的费用，有人报价3000块全包，也有工人报价20块钱1米，都远超我的预算。所以我在某鱼上花200块买了一个2手的开槽机，然后在劳务市场请了一个电工师傅，开槽加埋线管，一共用时2天，总共花费900块钱，省下了大约2000块。需要注意的是，开槽之前需要规划好开关和插座的位置。我家的开关设计在了1.35米的高度，插座在离地35厘米的位置，热水器插座在离地2米左右的位置。第二是线路的布置，我请了2个师傅，一共花了4天完成了这部分工作，工费每人每天450块，总共花费3600元。另外，老房子的面积比较大，房东之前预留的5匹的空气源热泵带不起来，我没有选择置换一台8匹的，而是增加了一台3匹的。原因是，一方面置换8匹的机器大约需要2到3万块，一方面是改3相电的费用也比较高。第三就是在电的材料上，我一共用了18盘线，8路电的主线用的都是6平方的线，从主线上接出来的插座线用的是4平方的，照明线用的是2.5平方的，再加上配电箱、主电缆和所有的辅料，材料总共花费3000块，所以我的电的改造总共花费了7500块。再来说一下水的部分，水的改造主要是挖沟的费用比较高，室内请了小工加上自己，总共花费了300块。室外因为要挖深1米，而且化粪池也需要重新处理，所以请了钩机，费用跟房东各自分摊了一部分，那我总共花费了500块。水的材料包括所有的上下水管、弯头、直接，还有内牙直接、内牙弯头等等，总共花费了2800块。由于改造工作是隔壁大爷帮忙弄的，省了一大笔费用，给大爷买了一条烟作为答谢，所以水的改造总共花费3900块。
如果最开始选择了按照平米收费，电的改造大概需要55到65一平米，水大概需要15到25一平米，我的房子光人工费就要14400块左右。先是在正房里面挖开了一道30公分的沟，然后把2根40的主管套好保温棉安放好。需要注意的是，主管一定要进行打压测试。24小时之后，压力如果没有掉的话，说明连接处没有漏气。回填后，经过2天的养护，就可以铺地暖啦。我没有用这种常规的保温板和铝膜，而是在网上提前订好了这种免回填的地暖模块。板子的厚度是3公分半，提前挖好了卡槽，并且铝膜和保温板是一体化的，据说比常规的板子能节省60%的能耗。板子的尺寸是1.2米乘以0.6米，根据我的房子面积订购了240块。美中不足是这个铝膜太锋利了，稍不留神就划破了手。之前自然是要把地面打扫干净，然后根据预先计算好的水管方向铺好板子。你们看我用管子的姿势像不像在健身房里面推轮胎？接下来就是最关键的盘管步骤了。我用的是这种黄色的管子，管子的气压很足，证明运输过程中没有损坏。然后是把管子固定在分水器上，这个分水器的洞是我之前请师傅给凿出来的，尺寸是60乘80公分，17公分深。接下来就可以开始盘管啦。我的管子有了这个卡槽就非常方便了。需要注意的是，这个环节不要用蛮力把管子弯伤。看我操作的是不是还是很丝滑的？经过了2天的努力，我的地暖终于铺好啦。天都黑了，快给我点个赞吧！师傅报价说，我的院子里的渣土清出去需要3000块钱，如果再想整平到我的设计高度，需要额外的60方的土，差不多按照一车350块钱算的话，需要3500块钱，里外里7、8千块钱就这样埋土里了。所幸我今天化身清洁工，把渣土里的垃圾都清理了一下，又顺便叫了一辆钩机，把砖头直接用来垫原路。这个16型号的微挖看起来就像一个大号的玩具，不过干起活来却一点都不含糊，一铲子下去就把我的下水管刨漏了。师傅说这家伙一天大概需要1桶油，我跟师傅2个人一直干到夜色降临。第2天一早，先是按照图纸粉出了道路的边线，然后请师傅把新买来的好土堆到种植池里面。跟使用现代化工具推土相比，人工推土算是劳民伤财了。昨天挖断掉的下水管自然也要重新接上。之后又在邻居大爷家搬来了上世纪的蛤蟆夯，沿着原路一路夯实。当然还是少不了洒水使土快速下沉。北京的冬天寒冷，冻融作用会反复发生，特别是如果原路下面是渣土，后面地面会局部下陷或者开裂。标准做法是在素土夯实之后，铺一层15公分厚的碎石垫层，上面再铺一层10公分厚的钢筋混凝土。如果这么做的话，光基础就要300多块钱一平米。考虑到经济实力不允许，后期小院的路面仅有人行没有车行，所以在混凝土下面加了一层铁丝网，以防后期下陷或者开裂。本来打垫层需要6到8个人，结果我们今天只有4个人，还好有这个现代化的电动小推车，节省了很多时间和体力。又是快乐搬砖的一天，来看看成果吧。北方冬天寒冷，水系会结冰，那怎么实现苏州园林里面的小桥流水呢？考虑到家用水井的后期维护费用不宜太高，还有北方冬天水井枯水期的效果问题，所以尽可能的缩小了水井的面积，采用枯山水的形式代替。经过了几轮推演，将水井面积控制在了10个平方左右，深度在30到50公分之间。今天的任务是将水井的轮廓砌筑起来。考虑到成本问题，所以没有用现浇混凝土的方式。砖砌的池壁后期对防水的要求会很高，关注我，看后面怎么解决这个问题。砌筑水池的轮廓，首先自然是要搬砖啦。为了节省体力，搬砖之前先把灰拌好，放水静置的空档，把砖用水浇湿，避免一会儿砌砖的时候吸走水泥砂浆里面的水分。再把拌好的灰拉过来，准备工作就做好啦。一铲一铲又一铲，解砌砖不拉线，全凭感觉。果然就砌歪了，一直从天亮砌到天黑。有没有古人说的待月荷锄归的既视感？我一个人拌灰砌砖，这个15米长的水池整整忙活了3天才干完。看来之前大爷砌房子的时候收500一米，其实真的不贵。最后还要把旁边这个大坑回土回到叠水层的高度，这土是从房东那里直接挖的，
隔壁老奶奶看我这么勤劳，给了我2个倭瓜。这几天用的材料，砖和水泥都是之前做土建剩下的，土是隔壁邻居家里地里挖的。这个水井材料加人工，一共省了1000多块钱。来看看成果吧。我从基础到砌墙，一直到抹完水泥面层。至于我想要的跃动门，则需要单独找木工制作木胎，费用大概需要1000块。压钢的厂家制作了4个2.1米直径的圆弧，费用和图纸在视频的最后。按图纸买好钢材后，请师傅花了3天给焊好了。至于这个钢架的外皮，在网上订了水泥纤维板。水泥纤维板防水防潮，使用寿命长，而且施工简单又防火阻燃，是很好的挂外墙的材料。我使用的是1.2公分厚的，重量是55公斤。经过2个月的历练，我已经化身成了力大无穷的卸货女工，之后又化身成了飞檐走壁的安装女工，可以熟练地用燕尾钉把板子固定在钢架上。这个手定钻真的是太香了，打钉极其丝滑。我跟师傅配合的简直天衣无缝，他抬板子，我来画线；他切割板子，我来辅助；他抬板子，我来打钉固定。就这样，经过2天的时间，我们的板子就全部安装好啦。这个板子的厚度是1.2公分，比24墙节省了20多公分的空间，整体费用大概比砌墙节省了15000块。板子安装好后，后期还要整体刷白，放上墙帽和抛方。先来浅看一下效果吧。被以1/8的价格自己动手浅仿一下这个有地上织锦美誉的铺装方式。别看我现在铺得很丝滑，3天前还是这样，不仅不会固定瓦片，而且连水平仪都没有。在师傅的帮助下，用一根软管以 U 型管的原理，总算可以把线先拉起来。在查询了花街铺地的正确做法之后，才知道原来是要用水泥和沙子以1:2的比例拌成不加一滴水的干拌粉，铺好找平，用瓦片摆好图案，找一个顺眼的木板，把瓦片按压下去，然后就可以一颗一颗的立着插入石子啦。石子和石子要紧紧的挨着，相邻的模块石子方向呈8字形。我买的是3到4公分粒径的卵石，这样一个模块里差不多要放100颗左右。我和师傅就这样跪着、蹲着、趴着，一颗一颗的，一共摆了65000颗石子，终于将所有的石子都摆进去啦。之后就是用洒水壶烧水，没有香山帮师傅的洒水壶，就用矿泉水瓶自制了一个，能省1毛是1毛。这个环节据说香山帮的师傅会用特殊的步伐，避免把石子踩变形。我果然就给踩出坑来了。哎，术业有专攻，还得是专业的。最后一步就是灌浆了，用纯水泥浆泼洒在石头上，然后快速用海绵擦拭。我用了5种工具来实验，效果最好的就是这个清洁网了。之后的一整天，我化身成洗地女工，手基本已经废掉了。经过8天的努力，我的花街终于铺完啦。院子全部收拾干净之后，还需要再做一次精抛光。一起来看看效果吧。我的花街一共60平，卵石728一吨，师傅工费每天300，材料花费3920块，人工花费2100块，还费了一双手。你觉得值得吗？看，相应的，上面的墙帽要做到40公分或者75公分，整体比例才会好看。但是我的围墙只有2.7米，买来的成品墙帽只有30公分的高度，所以特意在网上按照比例定做了EPS。成品墙帽和钢结构的固定还是用老办法，需要先在预制水泥墙帽上打孔，然后再用燕尾钉固定。打孔可是费了好些钻头，老师傅说要蘸水降温才好打，果然姜还是老的辣。我的围墙一边用这种人工的全瓦，一边是用的是机制的半瓦。机制的瓦有卡槽，一块压着一块，就差4块钱，还是推荐买这种有卡槽的。这个瓦打好钉之后，还要用 AB 胶把钉帽固定一下，避免后期生锈。本来以为1天就能完成的工作，还是用了2天。来看看效果吧。现在还没有抛方和勒角，好期待完成的效果呢。就要20多万块了，可是我只有1万块的预算，怎么破呢？还是先画图，依然用方钢打好廊子的骨架，然后用装饰材料做个柱子的轮廓包在外面，多简单！立马就找来了焊工师傅，按照我的图纸开始烧钢架。1天不到，廊子的结构骨架就出来了，还需要砌一道50公分高的小矮墙作为廊子的坐凳，结构就做好了。
接下来在寻找柱子的外皮的时候，可是犯了难。在网上查了下，原本想使用的木头的空心圆柱，光材料费就要9000多，还不含运费。打扰了，这就难到我了吗？我可是探索型设计师。我发现了一种特别合适的材料——哈弗管。这是一种保护电缆长的2片式 PVC 管，本来这是用在户外的，耐高温、耐低温、耐腐蚀，还耐水。这么强大的性能，尺寸还刚好有我需要的。1根管的价格还不到1根木管的运费，巧了吗？这不是。在钢柱四周包好特定尺寸的木方后，把哈弗管撑开，然后把2侧的卡槽双层 PVC 胶扣好，用扎带扎紧，保险起见，还在哈弗管上打了钉固定。看，这个塑料柱子还挺像那么回事的吧？哈弗管的使用寿命大概是20年，对于租房改造的人来说，简直太合适不过了。关注我，下回继续分享如何隐藏钉子和给柱子上色。两个廊子少说也得20几万，可是我的预算只有1万，怎么办呢？在我一筹莫展的时候，发现了这种2片式的 PVC 管，学名叫哈弗管。这可不是普通的塑料管，这种管子是室外常用的电缆保护管，耐高温、耐低温、耐腐蚀，还耐水，价格还没有1根木管的运费高。果断出图，请师傅来焊好钢架龙骨，然后开始拼接哈弗管。首先是要在钢架上根据尺寸打好这种木撑，垫上像素棉，然后把2片管子刷好胶，扣在卡槽里，用扎带扎紧，然后打上钉，1根管子就包好啦。有网友问，为什么不直接用水泥柱子？水泥柱子的工艺复杂，需要支模保钢筋，如果用商混加泵车，我这几根柱子根本不划算。如果用人工和混凝土的话，不仅费时费力，而且也并不便宜。不像这种塑料管，我一个女生都能动手搞定。关于管子的上色问题， PVC 管不能直接刷漆，据说可以用塑料底漆。后期我试一下，告诉大家效果。那我这里呢是参考了古代柱子的3麻5灰的做法，只是简化成了1麻2灰，选用了这种下布，裁成20公分的宽度，然后缠绕在柱子上。这样1来可以防止柱子年久开裂，2来可以上色，3来可以隐藏钉子。缠下布的时候需要一边缠一边刷胶固定，等胶干透后就可以做出沿船了。在网上订好了这种5公分乘5公分的木头，为了省钱，没有加工成盒包装，而是直接用了方木。算好间距之后，请师傅给固定在钢龙骨上。有了顶子之后，效果一下子就出来了。最后再给柱子挂上腻子，这个廊子的骨架就呈现出来啦。先来看一下整体效果吧。后续还需要做望砖、挂落，还有挂瓦。关注我，看最后成品。目前花费材料费5010块，人工3000。我选用了厚重端庄的深灰色仿古砖，40乘40的规格，花纹比例刚好，大气美观。7块钱1块的价格也刚好可以接受。亭子里用的是祥云的图案。首先用碎砖头把亭子内部垫到一定高度，然后用混凝土把地面基础做好。等混凝土彻底干了之后，就可以铺砖了。师傅提前拌好了半干半湿的水泥砂浆，撒上灰浆，然后用橡胶锤敲实，防止后期空鼓。铺完之后撒上水养护，过几天之后再扫缝，1块完整的铺砖就完成啦。砖的成本是300块，人工300块，水泥砂浆和混凝土200块，总花费800元。这个效果还满意吗？评论区说说你的看法吧。买来的漆还没有来得及用就报废了。还好在封村之前还稍微做了一点点油漆的工作。根据我的设计，需要把船子和站板都改成跟窗户一样的深咖色。为了选色的准确，特意带着窗子来到了店里，请师傅给调了一模一样的颜色。师傅知道我要喷涂之后，还特意给稀释好了。回到家开干。这个喷枪是之前在网上买的，不需要气泵，方便很多。组装好后，先将木座清扫一下，考虑到木座原本的油漆没有太多破损，因此省略了打磨的步骤。清扫完毕后，打开喷枪开喷。我的喷枪是4800瓦的，不仅可以喷油漆，还可以喷乳胶漆。缺点就是没有加长杆，船子的空隙需要进去
色降临，不过是我想要的效果。来看一下改色和原来的对比吧。油漆花费380元，花费200元。规格的木料既贵又很难买到，通常都需要100多一米，所幸还是需要找物美价廉又方便女生动手安装的材料来替代。这次我盯上了保温板，8公分厚的保温板大概是20块钱一块，裁成所需要的尺寸算下来大概是5块5一米，是木板价格的1/20还不到，而且非常轻巧，方便施工。算好数量后直接扛回家，裁成所需要的尺寸，用木头筷子拼接在一起。接下来就是安装啦。之前在焊钢架的时候，请师傅在横梁的底部焊了通扣的钢筋，现在只需要把这个保温板直接穿进去，下面再装好挂络就好啦。挂络是之前在某多多上提前订好的，70块钱1点米。可惜的是，这次通扣的钢筋计算少了3公分，于是买来了这种双通6角加长螺母，给加长了一下。现在只需要给挂络钻孔，然后挂在钢筋上，两侧打上螺丝固定，再把多余的钢筋锯掉，装饰部分就装好啦。之后需要把保温板刮上腻子，再漆上油漆。可惜就因为一次封村和来阳之后，北京的气温已经到了零下，腻子和油漆的工作还没有完成，而且已经没法再继续施工了。给大家看一下我的模型，了解一下完成之后的样子吧。关注我，一起看成品效果。保温板花费60元，挂络花费700元，人工150元。目前廊子总花费8920块，还挺划算的吧？是70以上的断桥铝材质。找了很多门窗厂，发现北京本地的最便宜的70断桥铝仿古样式的，大概需要650块钱1平米。但是样式是这种没有任何线条和凹凸感的，跟我想要的苏州桃花源版有很大的差别。但是我看中的样式至少要1200到2000块钱1平米。翻遍全网之后，终于在某鱼上找到了一家远在湖南，但是很接近我的预想的门窗厂家。75的断桥铝只要428一平米，配件和开扇单算。确定厂家后，联系了一位热心的粉丝，帮忙来量了窗户的尺寸，然后依旧是自己画了窗户的样式，又在模型里反复确认了效果，最终给到厂家出图下单，终于到场了。卸车的农活当然是能自己干就自己干，能省一分是一分。不过有2个门框太大了，没法通过廊子和跃动门进来，只能翻墙了。不过这个动作有点危险，不建议大家模仿哦。玻璃是我找附近的玻璃厂订的，5+25A+5的双层钢化玻璃是125块钱1瓶。玻璃到场后，全家人齐上阵帮忙卸玻璃。据说1平米5毫米厚的双层钢化玻璃的重量大概是50斤，我的最大的一块玻璃有5平米，重量差不多有250斤。我们5个人在司机师傅的配合下，才勉强把它抬到屋子里。门窗到场后，就迫不及待地拆开想看一下效果。明天继续更新窗户的安装，关注我，一起期待一下效果吧。大家好，我是美酱。门窗和玻璃到场之后，尝试着自己安装，摆弄了一上午，发现能力有限，这个活儿确实干不了。第2天请了专业的安装师傅过来，如果是包工的话，这种仿古窗的安装一般要45到80块钱1平米，如果是包工包辅料的话，差不多要80到120块钱1平米。我的窗户是61.24平，如果按平米包工的话，差不多要5000多块钱的安装费。我请了按天计费的师傅，大工每天550块钱，小工每天300块，这样大概能省下一半的安装费用。老套路，自己提前买好了安装需要的玻璃胶、发泡胶、双面胶、玻璃垫片等各种辅材。师傅来了之后，3下5除2，一眨眼功夫就安装好了一个窗框。师傅的工序是这样式儿的：先用水平仪调整好框的位置，确保横平竖直，而且最上面的留缝要与其他平行的门窗保持一致。第2步，打钉固定，先固定上面，再固定左右2侧，用这种门窗专用的不锈钢十字沉头膨胀螺丝把窗框固定在墙壁上，膨胀螺丝大概每隔60到80公分一个。第3步，在缝隙处打上发泡胶。就在安装最后一个窗框的时候，大无语事件发生了，窗框
做错了。这也就意味着玻璃、花窗、开扇全都得重新做。还好厂家很痛快地给了解决方案。下期分享窗框如果做错了该怎么解决。蹲好框之后，接下来就是安装门窗的扇叶，这就是个技术活了。要确保门窗开启的顺畅和关闭后的密封性，锁点、地点都得分毫不差。再次感慨，之前想自己安装门窗的想法真是太造次了。1天半的时间，窗框就安装好啦。明天继续。蹲好之后就开始安装玻璃啦。我用的是5+25A+5的双层钢化玻璃，这些玻璃都是在顺义附近的玻璃厂订的，价格是125块钱一瓶，运费是150块。如果要加漏液的话，大概是175块钱一瓶。当然，如果有更高的需求的话，也可以做3层玻璃，价格也是175块钱左右。我的玻璃一共是45个平方。小块玻璃的安装很方便，在窗框内先放好玻璃垫片，然后把玻璃放进去，再把玻璃压条装好，最后打上胶就可以啦。打胶可是个技术活，听说华东地区手艺好的打胶师傅一天能有800块的工费。大玻璃的安装难就难在比较沉，搬运比较困难。玻璃是易碎品，即便是钢化玻璃，如果在搬运过程中碎裂，也有伤人的风险。像我家这2块200斤以上的玻璃，都要4个人左右才能搬动，安装的时候也要繁琐一些。不过师傅的经验总是能事半功倍，趁着师傅打胶的功夫，我就来做一些贴花格这种简单的工作吧。提前在花格的背面贴好了双面胶，再打上一点玻璃胶，把花格固定在窗框上。看，贴上花格的窗户一下子就有那味儿了吧？可惜厂家发错了货，我这儿少了11个花窗，要年后才能给大家展示最终的效果啦。颜色，这个涂料是用来干什么的呢？北方农村大部分是红瓦顶，而我想要的苏州园林是青瓦屋顶。如果换瓦的话，少说也要30万的费用。最便宜的做法就是用涂料直接改色，调好色之后开喷。大约150平的屋顶用了1天半的时间，2桶涂料刚好用完。来看一下效果吧。费用：涂料500块，人工450块，一共不到1000块钱。这个效果你满意吗？